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哦。今天我们来接着讲讲关于整个国际通证的部分。那在基础教学当中呢，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关于一些基本了解通证的一些区别，包含整个通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等之类的，还有数字经济。还有它跟这个区块链之间的相应关联关系我们在上一堂课也都讲得非常明白。如果没有去了解的同学，你可以去看一下上一堂课。好，今天我们来讲讲关于整个通证基础教学当中的通证基础类型，好吧？我们来讲讲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整个通证类型当中，其实分为很多很多的类型。但是呢，碍于我们可能时间的因素教授就找几个比较经典的来跟大家做相关的这个讲解。毕竟这样的话也能够在这几个比较典型的类型当中，让大家能够来了解什么叫做通证。那关于通证跟我人的关系教授会另外再找时间来跟大家进行讲解来跟大家讲讲为什么，好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找到的这五个类型吧。第一个类型叫做有形资产类型。有形资产类型在这个整个通证当中的一些应用跟发挥，待会我们来说。第二个，我们要来讲讲关于整个无形资产的部分。第三个呢，就是 IP 类型的通证，以及第四种的数位通证还有商品通证，这五大类型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大类。当然，个别的不同的交易中心可能会针对这种不同的通证类型，会再做一个更详细的区隔。这里我们就不来预判在讲整个通证类型之前呢，我们要把几个通证类型包含所有通证类型都可能会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的节点来跟大家讲讲。一个是风险控制部分，第二个是整个进程机制部分，都要再进行讲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风险控制的部分风险控制当中，无非一定要有四大流程是必须要保障的。第一个叫做尽职调查，这里指的尽职调查不单纯是关乎到这个企业自身的尽职调查，这里讲的尽职调查更多的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通证本身在发行过程当中的一个尽调就是对资产本身的一个尽职调查，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好吧？好，第二个是资产本身的评估。既然你要发行通证了，你要把资产通证化的，那当然是要对这个资产的进行评估吧。那当然，这个资产评估包含了有形资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等等等等之类的。你要先把这个估值给做出来吧。所以整个价值的评估，在通证来讲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除了资产本身的价值以外它还需要未来价值以及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风险来进行评估。这个是第一大特点所以对于整个资产的调查以及评估占了非常大的一个系数再来第二大特点呢要在上市交易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这个资产是有保险因为有一些项目保险是为了确保不会因为天灾人祸的因素或者政策因素导致的资产毁损，可以确保整个通证在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资产存在的本身意义跟价值意义。第二个就是管理了跟担保了资产管理其实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在整个资产管理当中，不单纯只是为了这个资产的保管而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对于资产管理本身还有更大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增值空间的意义。所以资产升值才是最主要的资产管理的一个要件。后面教授会来做讲解我大概讲一下吧。就比如说一套房子或一栋大厦，它拿来通证化交易以后，那大家只是为了这个固定的增长或增值吗？来进行交易吗？肯定不是它肯定需要有第三方的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或者信托机构来对这个资产的自身来产生一定的这个盈利成分，
就好比说一栋大厦在通证化以后，那不能放置不管啦，那就变成烂尾楼啦，也要有人维护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呢，资产管理公司呢可能会对它进行出租啊，或者呢会对它进行一定的这个商业管理啊、增值管理啊等等之类的啊，这个我们称之为资产管理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相当的重要的。那么在讲完风险控制以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每一个资产在未来上市之前的整个进程跟机制，好吧？这一点非常关键哦，大家一定务必要学习哈。一个通证在发售的过程当中以及发行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具备8个进程。第一个进程叫做通证的申报啊，第一个进程叫通证，就每一个通证都是这样的哈。通证的申报是根据规定来进行一些档案的梳理，并且上报该交易市场的一些审理，来让这个不同的交易市场来对这一份通证来进行审理。不像这种传统的什么区块链呐，随便来个这个STO 啊，就随便发一发啊，然后就没有任何的保障机制啊，没有任何的审判机制啊，反正你会发币你就把它发了吧，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通证市场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根据规定来按照不同的档案需求来进行梳理，并且上报到某一些所谓的交易市场当中，这个才是关键的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你申报就好了吗？当然不是啊，要交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审查。关于这个第三方机构呢，教授再晚一点会来跟大家讲一讲，在后面的课程都会提到。而且要由第三方机构审查完毕以后来出具相应的报告以及档案。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的。好，那么审查完毕以后呢，就要进行公开路演了。根据相关的交易规范来进行市场的公开路演。公开是为了确保这个项目本身的真实性。那么在路演过程当中，只有企业家或者是这个项目负责人来进行路演讲解吗？当然不是啊。这当中对于通证在发行过程当中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这些专家们，你们要对你自己的报告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好比说可能今天某一个这个尽职调查是某一个 lawyer 做的这种一个律师做的，那可能他要对这一份报告负责，他可能要拿着报告我是某某律师对这一份报告的调查内容我负100%的调查责任我上面报告写得很清楚，如有虚假本律师承担相应责任，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这个审查路演，好吧？第四个，当你进行公开路演完毕以后呢，就会根据整个这个内容来进行挂牌的公告其实挂牌公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有异议的通证可以显露在公开层面，可以一一再审就好比说一套房子它被权证化以后它可能资料各方面都很完善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其实这一份报告当中有一些部分是没有被公开的好比说这个其实还有纠纷这里面有99%虽然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还有一个1%的股东或者是某一个起定地这个人并没有同意要来这里通证上市并没有同意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这个人可能也不知道，但是通过公开的这种展示跟公告以后，可能这个人发现了，他就某某中心这个我是这个里面的人那么可能这里面有个权益是我的，但我并没有同意比如这样说啦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得到这份通证，就能够得到在另外一次的再审的一个结果，这样能够确保在公开层面下在阳光底下我们的所有的投资人或者消费者，他能对这一份通证有一个更明朗、更详细化、更谨慎的一种态度，对吧？那么当挂牌公告没有任何问题了，时间也到了，也没有任何异议了，这个时候这一份通证才可以进行所谓的一级市场的发售所谓的一级市场发售所以在公告期满以后那么它才可以进行线下市场的通证发行跟它的宣传工作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第二，到了第6步骤就是2级市场当然交易市场当中有分为1级、2级、3级、4级，甚至有其他不同类型的交易模式跟它的这个级别市场
那我们今天只讲到通常常见的2级。到了2级市场的时候呢，2级市场当然会根据这个交易的一些规范，那么这些交易规则都会显露出来。当1级市场发射完毕，也会将这个1级市场发射完毕的相应的这个结果跟报告还有数据会显露到这个2级市场上市前的公告。这里面当然也涉及到非常详细的东西比如说定向定向发售或者是说有一些新股的配置新政的配置等等之类的方案，它都会通过这个2级市场交易公告，在上市之前的上市公告来进行公告。好，那2级市场根据这个行权时间到达或者是行权内容的要素达到了以后它就必须要退市，对吧？好，所以退市以后的交割是根据整个发售前的通证公告的内容，由资管单位来进行通证的实际交割。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交易完我要交割我不能老是无限期的放在上面去交易这个是不对的。明白吗？好，所以最后还是由这个资产管理机构来进行最后的交割。那这个部分呢，教授后面也会讲到所以大家一定要专心的把这个环节都把它串起来。那当然进行完退市交割以后，才会涉及到退市的公告。那教授他这个不都退市了吗？干嘛交割了完了，干嘛还要公告呢？不对的。退市交割的整个过程以及整个退市交割的内容是相当至关重要的。好，比如说我总数是交割了多少，我前面的规定是什么，我的公告内容是什么，同时我的公告内容的实施过程是什么，总数交割了多少，未交割的是多少，那有没有跟符合我们的上市前公告的内容，这些都是相当至关重要的。他要去匹配来告诉社会大众说，你看我这个公告是这样的，我的实行交割的内容是这样的，你看匹配了match OK 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才对，明白吗各位？好，要这样子来做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个退市公告重不重要？这个退市公告来讲是相当的重要的。好，它会根据实际的一个退市情况、交割情况，由这个资管机构来做最后的审计后，然后进行公告。我交割后我要审计对不对？就像刚刚教授讲，你这个退市以后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公告价是这样，我这个执行价是这样，我的执行过程是这样，我最终的执行结果是这样，是不是匹配的？是不是符合的？好吧，这个是相关重要的，所以这个退市公告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退市的机制我们在前面的通证基础教学当中有提到过关于价格体系的部分，对吧？所以这个价格体系的限价退市这个是机制之一就是根据通证公告的内容来实施限价退市。当然这个公告内容当中的限价指的是评估机构给予出的市场监督价格，最高价多少，最低价多少，只要达到这个 label 这个价格的指标，它就被限制的被限价的去进行退市，它不需要再去参照说我从什么时间交市到什么时间的。如果达到这个最高价或达到或低于最低价的时候，它就必须要被限市退市，限价退市，然后根据限价退市的规范，再去实施这个限价退市的交割，或者是不交割这个就是限价退市的环节。那另外一种会造成所谓退市的机制，是所谓的时效退市，根据整个公告的内容约定的时间来进行退市。所以行权的内容是相关的重要，行权时间取决于行权内容当中的规定。可能我们会规定从某年某月某日到某年某月某日的交易时间，这个是它的交易时间。那它的时效达到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的当下，那它就会被根据时效退市机制来进行退市。大家明白吧？好，第三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风险控制退市。可能会因为第三方不可控因素或者其他的这个属地国家法律法规所引起的由于这个资产本身已经存在风险问题被勒令退市的，这个叫风险控制退市。这个时候呢任何的交易市场都会根据所收到的文件包含这个资管公司
相应的评估公司，因为这个资产已经有变化了，而是在之前没有被看见的或者没有被调查到的。那这个时候的风险控制退市呢，也会根据风险控制退市的这一个条件要素来实施退市以后的交割或者是处置。可能他会约定如果我的资产有面临到这个通证面临到任何的法律法规问题，或者是违法欺诈的问题，那当我被退市的时候，那么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案来进行这个所有投资人或持有人的退市模式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好吧？好，所以他会根据这个公告的内容跟之前的也要匹配啊。你不能说我上市前讲的一套后退市以后我又讲的那一套，不行的，它必须要匹配。说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保障机制，就要由第三方专业的6大机构来进行保驾护航，好吧？所以里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约束来进行一些信息披露。那进行信息披露以后，那大家可能会涉及到召开会议还是不召开会议，这里面有一个监审会的过程。这个后面我再详细来讲，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来跟教授留言，教授会来跟你讲。好，下一堂课我们开始就要来讲讲相关的这个不同类型的一些机制跟处置，比如说有形资产、无形资产、IP 资产等等之类的。好，我们后面下一堂课再来讲。这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